大年30，父母带着姐姐去走亲访友，我因为感冒，一个人留在家中。吃过药后，我无心再去看电视上的春晚，昏昏沉沉的就要在沙发上睡过去。突然，有人敲响了房门。小朋友，快给叔叔开门，我是你爸爸的朋友，特地来拜年。在我即将开门前，我的眼前出现了一排排弹幕。不要开门啊，门外的是杀人犯。我靠，门外的就是那个逍遥法外很多年，但每年新年都要嚣张杀人、挑衅警方的罪犯吗？好吓人！听说这个小女孩是最后一个受害者，罪犯把她杀害之后就跑了，再也没露面过。原本的睡意消散得一干二净，我僵硬着站在原地，久久不曾动弹。如果不是眼前的弹幕还在不停地刷新，恐怕我真以为这是我出现的幻觉。这几天过年，基本上每过一段时间都会有人上门拜访，反正都是同一个楼上的住户，多走动走动也热闹，所以我才会下意识地想要开门。我轻手轻脚朝门口走去，边走还要朝远处扔几个橘子，弄出点动静。眼下房子里开着灯，装出屋里没人的假象显然是不可能的，所以我只能尽力营造出屋里有很多人的模样，让门外的人知难而退。我踮着脚，想透过猫眼朝外看去，可不管我看了多久，门外始终都是一片黑暗。我心中有些疑惑，这2天楼里的每家每户基本上都点了蜡烛，就算楼道里的感应灯不亮，也不应该会这么黑吧。我去，门外的杀人犯也在透过猫眼朝屋里看，他们俩就这么隔着一扇门贴一块了，好吓人。杀人犯就是踩点之后看到女主家里就剩他自己了，所以才故意来敲门的，可怜女主再怎么努力也没用。别说了，我都不敢往后看了。我看到的居然是杀人犯的眼睛，我下意识地朝后退了一步，发出了些许声响。紧接着，门外的敲门声更大了。小朋友，我知道你在家里，我是你爸爸的朋友，特意来给你们家拜年的。我还买了你们这个年龄段喜欢的零食，快给我开门吧。男人低沉嘶哑的嗓音里藏着诱哄的意味。我握着门把手，只觉得自己的脑袋烧得更难受了。我强撑着身体，大声回答道：叔叔，那你稍微等一等，我爸爸妈妈马上就要回来了。不要这么说啊，杀人犯已经盯上你了，不会放弃的。女主这么说只会加快杀人犯杀人的进度。完蛋了，我听到杀人犯已经在用铁丝撬门的声音了，估计用不了多久他就要闯进来了。女主还傻站在门口干什么？赶紧找个房间躲起来，也比在门外傻站着等死强啊！这么蠢，难怪会被杀人犯盯上。我请问呢？这个时候你不去责怪杀人犯，你说杀人犯杀人都是受害者的原因，这是什么恶心的受害者有罪论？等等，我没看错吧？女主主动开门了。在杀人犯开门前，我率先打开了门，不是因为我想找死，而是我知道我现在避无可避。我家住在13楼，就算我想跑出去都没地方跑，就算躲到了房间里面，被杀人犯找到也不过是时间问题。与其煎熬的等死，倒不如直接面对，说不定还能等到一个求生的机会。我强装镇定，装出懵懂无知的模样，抬头看向男人。叔叔，你是我爸爸的同事吗？刚刚我爸爸给我打电话了，他现在已经进了电梯，马上就要上来了。你先进来等等他吧。男人收起铁丝，狐疑地看了我一眼。只不过我装得太好，他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。他佯装无事，却在我准备迈出步伐朝外走去的时候，抓住了我的肩膀。来陪叔叔一起聊聊天吧，咱们边聊边等你爸爸。他加重了最后3个字，像是看穿了我的谎言。我此时手心里已经布满了汗水，我也怀疑过是不是我这一步走错了，可眼下既然已经这样了，我也只能将错就错。妈呀，女主好勇敢，要是我和陌生的男人共处一室，我早就吓晕了。希望女主一定要成功拖延时间啊！我看到她爸爸发信息说他已经在赶回来的路上了。是的，在我开门前，我快速的在家族群里发去了求助消息。他们走的亲戚家距离家里并不远，来回只需要5分钟的时间。只要我能拖延5分钟，我就有活下去的希望。可事实证明，所有的阴谋诡计在绝对实力面前都是徒劳的。男人掐住我的脖子，阴恻恻在我耳畔开口道，故意让我进门，就是想让我放松警惕。难道你真以为这5分钟的时间不够我杀你的吗？他居然看穿了我的计划，我靠，完蛋了，真不愧是高智商罪犯，把女主耍得团团转。不看了，姐妹们，咱们下部纪录片再见吧，太吓人了。独居女性带入进去，真是绝望死了。不行，我不能就这么死了。明明爸爸妈妈和姐姐临走前还答应了我，要给我带我最喜欢的零食回来。我当过他们，要等他们回来的。我拼命挣扎，却依旧是徒劳无功。呼吸越来越薄弱，我的意识逐渐变得模糊。突然，心脏传来一阵刺痛，是杀人犯一刀捅进了我的胸膛。念念，你快醒醒啊！我们回来了，你千万不要睡过去呀！再等等，救护车就要来了。感受到父母崩溃焦急的呼唤，我的手指微微一动，但很快我又陷入了无边的黑暗。再醒来，我又回到了大年30的晚上。门口传来了熟悉的敲门声。小朋友，快给叔叔开门，我是你爸爸的朋友，特地来拜年。我居然重生了！我愣怔地抚摸着原本应当血流不止的胸膛，整个人还有点回不过神来。
不要开门啊！门外的是杀人犯！我靠，这就是之前很有名的新年杀人案吗？听说女主特别聪明，拖延了杀人犯很长时间，虽然最后还是没能撑到父母赶回来，但是很大程度帮助警方抓捕罪犯。好可怜啊！听说女主现在才19岁，还是花一样的年纪，居然被杀人犯给盯上了。别说了，我都有点舍不得往下看了。等等，眼前的弹幕似乎和前世看到的有了出入，难道是因为前世我凭借着弹幕上的话改变了后续事件的走向吗？所以说我也并不是必死的结局，这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。门外的人仿佛看到了我骤然僵住的身子，敲门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急促。我屏住呼吸，在脑海里不停地想着破局的办法。隔壁的邻居在半小时前提着大包小包出门走亲访友了，也就是说，目前整个楼层里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。杀人犯正是抓住了这一点，所以才有恃无恐地蹲守在门外。我果断给爸爸打去了电话。在爸爸说话前，我大声道：“爸爸，你说你现在已经到了楼底下，对吗？门外有个叔叔说是你的同事，想来家里拜年。你快抓紧上来吧，好好跟叔叔叙叙旧。”门外的敲门声渐渐变小，似乎在迟疑我话语中的真实性。父亲瞬间明白了我的用意。在我打开扩声器后，他沉声道：“刚刚你陈叔叔给我打了电话，说到了小区门口要来找我拜年。没想到他居然来得这么快。你告诉他，我现在已经坐上电梯了，马上就来了。”与此同时，母亲给我发来了短信：“囡囡，你现在千万不要开门，找个地方躲起来。我们现在已经在回去的路上了，你抓紧时间躲起来。那个人如果等一会儿没看到我们的身影，一定会意识到我们在骗他，他肯定会闯进去。5分钟，只要给我们5分钟就好。”我握紧手机，给母亲打字，让爸爸再多说点，我找地方躲起来。女主事先知道门外的是杀人犯吗？不清楚，但是这是不是和案综里描写的不一样啊？我记得女主不是反向拖延时间，直接把人给请到家里面来了吗？但是不得不说，这里的女主很聪明啊，女主父亲也很配合，直接把门外的杀人犯唬得一愣一愣的，好紧张啊！女主这是想干什么？她想爬到隔壁邻居的家里躲起来吗？天哪，这可是13楼啊！万一摔下去的话，真是要粉身碎骨了。弹幕上清一色的都是在担忧我的安全状况。在他们看来，如今正处于发烧的我很难从家里的阳台跳到隔壁邻居家的阳台。但是我已经没有时间了，从1楼电梯到13楼只需要半分钟的时间。杀人犯很快就会意识到被我耍了，他肯定会闯进来的。啪！家里的大门被杀人犯从外面推开了，他真的闯进来了。现在的我无比感谢邻居当初追求情怀，所以将阳台改为了露天阳台。因为我们两家关系好，所以邻居的钥匙也给了我们家一把，为的就是平常万一出了急事，邻里间也能有个照应。我小心翼翼地躲在邻居家的杂物间里，这里放了许多他们用不到的东西，其中也包括像沙发、床垫这样的大件。我将身体蜷缩在角落里，被遮挡得严严实实。我去，女主的反应也太迅速了吧！翻到邻居家里的阳台后，迅速开门，然后锁门，再找到杂物间躲起来，前后用时感觉连1分钟都没有，太厉害了吧！但凡只要晚几秒钟，估计就要被杀人犯看到了，太极限了。现在杀人犯已经在隔壁翻箱倒柜的找起来了，距离刚刚的5分钟也只剩下3分多钟的时间，肯定可以等到女主父母回来。看着弹幕上不停滚动着的鼓励的发言，我微微松了口气，只要再撑过最后3分钟就好。不过我也没完全放松警惕，杀人犯在家里找不到我，肯定会怀疑我跳到了邻居家里。现在我也只能寄希望于阳台的防盗门能抵挡住杀人犯一段时间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还没等我放松下来，我就听到有重物在隔壁落地的声音，是杀人犯过来了。不知道他是出于何种心态，居然手里还在拿着我正在通话的手机。电话那头的父亲显然十分焦急，不管你是谁，请放过我的女儿，现在我们已经在赶回来的路上了。如果你现在离开的话，我们可以不追究你私闯民宅。见杀人犯无动于衷，父亲苦口婆心地劝道：“我听你的声音应当与我年纪相仿，你也有自己的孩子吧？在孩子们的眼里，父母永远都起表率作用。收手吧，就当是为了孩子们。”下一秒，男人从喉咙里发出桀桀的笑声，我心中一紧，妈呀，要吓死人了！他笑得好吓人啊！等等，他是不是在朝着女主的方向走？啊，他是不是早就知道女主会躲到邻居家里了，就是一直故意耍着女主玩？我忍不住抓紧了身旁的铁棍，这是刚刚我在杂物间里找到的，就算杀人犯找到了我，我也能勉强拖延一段时间。男人似乎并不着急来杀我，他饶有兴趣道：“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，我现在已经不在你们家了，在你们隔壁邻居的家里。你们的女儿很聪明，知道要躲到这里拖延时间。可我要告诉你们，你们做的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。无论他躲到哪里，我都能找到他，杀了他。”我瞳孔紧缩，他真的早就知道我会躲过来。无形中，我觉得脑袋更加昏沉了。原本因为发烧带来的虚弱感，似乎在此刻变得更加强烈。可我还不能倒在这里，爸爸妈妈在等我，姐姐也在等我。杀人犯这是想击垮女主的心理防线，故意这么说的吧？女主千万不要上当啊！他想故意激怒女主的家人，让女主的家人只能在手机里听到女主的死亡带入进去，好悲哀啊！
女主一定要躲起来啊，千万不要被杀人犯给找到了，没用的，杀人犯已经在朝着杂物间走过来了。我眼神一凛，抓紧了手中的铁棍。根据弹幕上的提示，我从角落里站起身子，躲在了房门后面。我要最大程度保证在杀人犯进屋的一瞬间打倒他。虽然这个可能性并不高，可也比我一个人蹲在那里等死强。男人的嘴里还在不停地激怒着父母。门把锁渐渐被人在外面转动。我高高的举起铁棍，在男人进门的一瞬间，我拼命挥舞着铁棍朝他的脖颈处打去。男人虽然反应很迅速，堪堪躲过去，但还是被我打了一个踉跄。他将手机扔到一旁，勾着嘴角道：“本来以为这次会和以前一样无趣，没想到你还挺聪明的。如果不是你一定要死在我的手上，我会把你收成徒弟也说不准。”我冷着一张脸，直直地朝他打过去。现在他脑袋发虚，身体状况比我好不到哪里去，这是我唯一的机会了。事实证明，男人整日里锻炼身体素质比我还是强出不少。他随意躲了几下后，轻松将铁棍从我的手里夺了过去。在我们僵持着的时候，我猛地朝空中撒出粉末。男人被迷住了双眼，站在原地不停地揉眼咳嗽。我则趁机往外跑去。我靠，女主好帅呀！她手里刚刚拿的是什么？我明明是一帧一帧看的呀，我怎么没看到她是啥时候在手里抓到东西的？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大女主啊！女主快跑吧，只要跑出去这扇门往楼下跑去，马上就能和父母会合了。我抿着唇，放弃电梯朝楼梯跑去。那把粉末耗不住男人太长时间，我必须尽快跑出去。可还没等我往下跑，男人在楼梯间抓住了我。我看着高耸的楼梯，心中一阵恐惧。他是一层一层跳下来的，看着他狞笑着一步步朝我靠近，我心中不禁感到绝望。难道我这次还要像前世一样惨死在他的手里吗？难道我重来一次还是不能改变我自己的结局吗？我不甘心，我感受到我体内突然爆发了一股无形的力量。我拼尽全力，勉强和男人扭打在一起。男人的力气比我大，轻松将我压制在身下。他死死地掐住我的脖子。是我看走了眼，没想到你居然这么难杀。不过就算你再努力又有什么用，我还是会杀了你。在他洋洋得意时，我的父亲猛地扑上前，将他掀翻在地。父亲死死地压在他的身上。囡囡，你快跑出去找你妈妈和姐姐，他们两个人在下面等你，快跑啊！见男人隐隐要从怀里掏出刀子，没有任何犹豫，我直接扑了上去。不要啊！吓得我一把捂住了眼睛。现在发展到哪里了？这是哪个导演想出来的改剧情？我真要好好夸夸他了，改得太好看了吧！女主真的好勇敢，看到刀子居然还敢往上冲。我捂住发抖的胳膊，刚刚的匕首和我的胳膊擦肩而过，似乎上面的寒冷已经渗透到了我的胳膊，甚至是我的身体。父亲将我护在身后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已经报警了，你要是现在认罪还来得及，如果你还非要动手，那就不要怪我们不客气了。男人哈哈大笑，并未将父亲的威胁放在眼里。他掂了掂手中的匕首，似笑非笑道：“你知道我这把匕首杀过多少人吗？你知道有多少人临死前求着我放过他们吗？你知道有多少人像你一样垂死挣扎，却还是死在我的手里吗？”父亲握着我的手微微发紧，我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坚定道：“爸爸，不要怕，我们可是有两个人，一定可以等到警察赶过来的。”父亲微微点头。我们两人呈攻击姿态和男人扭打在一起，哪怕男人有着丰富的经验，在面对我们两人时也渐渐落入下风。看着他手中一颤一颤的匕首，我猛地扑上前想抢过来，可男人似乎就在等着我过去，他一个转身将我钳制住，冰冷的匕首横亘在我的脖颈间，只要他稍稍用力，下一秒就能刺穿我的脖子。不知为何，原本慌乱的心在此刻慢慢变得平静。他是故意的，他故意露出破绽，让我和父亲放松警惕。等我沉不住气往前的时候，他再一把抓住我。他一开始的目的就是我，虽然我知道女主会惨死在杀人犯手里，但是看到这一幕还是心里一梗。女主是傻了吗？她明明知道杀人犯杀过很多人，有丰富的实战经验，她一个发着烧的病人还想从杀人犯手里抢过来刀，那不然呢？如果换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杀人犯只要手里还拿着刀，对女主父亲都是隐患，他肯定要想办法抢过来啊。对女主这么苛刻干什么？他也是好心啊。继续往下看吧，女主都坚持到这里了，肯定不会就这么轻易的死了吧。看到最后一条弹幕，我猛地开始剧烈挣扎起来。是啊，我都坚持到这里了，我明明都坚持到要看到生还的希望了，我不能死在这里。下一秒，寒冷的匕首再次刺穿了我的心脏。朦胧间，我看到父亲朝我的方向扑过来，我听到父亲嘴里痛苦的哀嚎，以及杀人犯得意的笑声。我还是死在了杀人犯的手里。只不过下一刻，警察从楼梯里鱼贯而入，他们将杀人犯牢牢地控制住。挣扎间，男人一直佩戴着的口罩微微下滑，我对上了他的眼睛，很普通的单眼皮小眼睛，但偏偏又给我一种十分熟悉的感觉，就好像我在哪里见过一样。再睁眼，熟悉的敲门声传来：“小朋友，快给叔叔开开门，我是你爸爸的朋友，特地来拜年。”这次我并没有着急给出任何反应，而是不停地在脑海里回忆那双眼睛。
在哪里呢？究竟是在哪里见过呢？这就是新年杀人案的女主吗？天哪！之前我家里人一直让我看看教科书级别的自救，终于拍出纪录片了。当时如果不是女主和杀人犯斗智斗勇，恐怕杀人犯也不会被抓得这么快。那个杀人犯真该死啊！从他认罪书上看到，他就喜欢盯着那些独居女性杀，死变态！我猛地想起来了，这些天因为感冒发烧，医生建议我可以多出门运动。一向喜欢在家赖床的我，就这么每天被母亲赶出来扔垃圾，顺便散散步。很奇怪的一点是，我基本上每天都会遇到一个身穿黑衣的老头，他步履蹒跚，走走停停。我只以为他也是小区里的住户，每天出门走走。现在想来，他应当就是杀人犯伪装的。他伪装成老头的模样，寻找下手的对象。他一开始应当是没有盯上我的，是因为一件小事让他注意到了我。杀人犯因为奇特的穿搭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，有心怀恶意的人故意逮着他欺负。我有一次看不下去，替他解围，骂了找事的人一顿。现在想来，我应该也就是那个时候被杀人犯盯上的吧。杀人犯还是个人吗？女主帮他，他就非要杀了女主，恩将仇报。你没有办法去理解罪犯人的心里是怎么想的，可能在他们看来，善良的人就是有罪的，所以他们要杀了善良的人。哎，这么一看，女主好惨啊！明明是做好人好事，结果被杀人犯给盯上了。不过女主为什么一直躺在沙发上不动啊？发烧昏过去了。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弹幕，看来我猜测的没错，杀人犯就是在那个时候盯上我的。现在的我不是已经放弃了抵抗，是我突然觉得这一切都很无力。前世的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可我最终还是失败了。我现在还能想起那时男人脸上恶心的笑容，他说无论你躲到哪里，我都会找到你，然后杀了你。每当想起这一幕，我心中不寒而栗，同时我的心中涌现出浓厚的悲哀。那我还努力躲避什么呢？反正结果都是一样的。等等，这是翻拍的纪录片吧？怎么女主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的？这和案宗里描述的不一样啊，不是说女主用电话拖住了杀人犯吗？要是一直摆烂下去，还有什么好看的？就等死呗。就是可惜了女主的父母和姐姐了，回到家之后就要看到她的尸体，也不知道会崩溃成什么样子。我猛地坐直了身子。是啊，无论我重来了多少次，在父母和姐姐的眼里，我已经死了。在我看不到的地方，他们不知道伤心难过了多少次。我必须改变这一切，可2次失败的经历早已让我无心去反思去总结。能用的办法我都已经用过了，就算我现在想努力活下来，我又能做什么呢？见我久久不曾回应，门外的人显然有些急了。小朋友，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，你忘记了？现在大冬天的外面冷，先让叔叔进去好不好？我心中无语，这是真拿我当小孩了。我面上装出一副虚弱的模样，并奄奄回复道：不好意思啊，叔叔，我最近发烧感冒了，脑子昏昏沉沉的，很多时候你说的话我根本就听不到，我怕我把病传染给你，叔叔你先走吧。走当然是不可能走的了。感冒，最近我女儿也感冒了，我随身都带着家里的老土方。你现在给我开门，我把药给你呀。这个要吃上2天，我保证你药到病除。见男人还要哄骗我开门，我不屑地笑了笑，可我面上还是装出一副心动的模样，迈开步子就要来给他开门。认真的吗？女主要给杀人犯开门？小时候女主没学过不能随便给陌生人开门的道理吗？就这么水灵灵的开门了？没有吧，你们看女主走路的方向也不是去开门啊，更像是在寻找可以防身的东西。我的确是在故意拖延时间。我发觉前世我就是一味的只想要躲避，忘记了主动攻击的重要性。既然我有可以重来的机会，那不如就让我尝试一下主动攻击究竟会造就什么结局。我从房间里拿出了防狼喷雾，又把伸缩刀别在裤腰带里，手上还拿着一把菜刀。只要杀人犯敢闯进来，我就有十足的把握用菜刀砍到他。我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。果不其然，男人在门外等了许久后，见我迟迟不肯开门，在开口时声音里都带了些恼意。小朋友，说谎的可不是好孩子啊！你刚刚明明答应了叔叔要给叔叔开门的，怎么能言而无信呢？要是你的朋友知道了你是这种人，肯定不会有人愿意和你做朋友的。我面无表情地站在门口，对于他说的话充耳不闻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觉得这一切变得好搞笑。杀人犯在门外想方设法破女主房，结果女主一动不动站在门口，就等着他闯进来受死。带入进去，我居然觉得杀人犯有点惨。收起你可怕的想法，怎么可能会有人共情杀人犯呢？觉得杀人犯可怜之前，先想想那些惨死在他手里的冤魂。他手里现在至少有7、8条命案，你心疼杀人犯，那谁来心疼受害者？支持女主把杀人犯千刀万剐。看到弹幕上具体的数字，我心中一片震惊。他居然杀害过那么多人，多少个家庭会因为他的行为变得支离破碎？他不仅不思悔改，反倒越发放肆。想到这里，我心中对他的恨意更深了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一定要让他尝尝被人残忍杀害的滋味。男人果然不耐烦，一直在门外等着。
在房门被打开的一瞬间，我抓起手里的防狼喷雾，拼命地朝他脸上呲去。虽然他心里早就有了防备，可却依旧还是被我给得逞了。看着他满地爬滚的痛苦模样，我心中觉得一阵舒爽，就仿佛这一幕经常会发生在我的梦里。对于这个想法，我觉得有些莫名其妙，但我并没有多想，我只以为这是我潜意识里的想法，被我误当做了梦境。防狼喷雾困不住他太久，我抓起手中笨重的菜刀朝他挥舞，他想伸手阻挡，结果被我砍了个满怀。这下他更痛苦了，他胳膊上的鲜血流了一地，他的眼睛又睁不开，只有数不清的泪水从眼角滑落。这是他被疼哭的。我抓着菜刀，俯下身笑了笑。你现在知道疼了？你把匕首插入我心脏的时候，比这个还要疼。男人眼神一变，伸手就要朝我抓过来，和前世一模一样的手段。先示弱，放松我的警惕，等我靠近后，出其不意，一招毙命。如果这是我第一次面对他的手段，那我一定会上当。可这已经是第二次了，我有了上一次失败的经验，这一次自然会更加小心。所以在他抓过来之前，我轻轻松松侧身躲过去了。哇，女主好聪明啊！我怎么感觉好像女主很了解杀人犯的样子，无论她想干什么都能提前避免。女主有这样的敏锐力，她无论做什么都会成功的。但是你们看到杀人犯胳膊上的血流了一地，没有一个人觉得可怕吗？你要不看看你在说什么？为什么要同情杀人犯？他现在被女主砍死我才高兴呢。男人不甘心，急急忙忙站起身就要朝我动手。如果是没受伤之前的他，我肯定不会是他的对手。可现在他的力气在不断的流失，扭打中渐渐落入了下风。在杀人犯的脑袋被我踩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怒吼道：“你有本事现在就杀了我，不然等我出去了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”这么受辱的姿势，难怪他要叫嚣着把我给杀了。我抢过他手里的匕首，学着他前世的模样，用刀背拍了拍他的脸庞。你不会真以为我会让你活着出去吧？难不成你以为你在杀了那么多人以后，还能完好无损地从这里出去吧？男人的眼中闪过一丝不甘心，显然他就是这么想的。我当着他的面，不紧不慢给父亲打去了电话。在我简单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父亲后，他神色大惊：“你是说家里有杀人犯，结果还被你给打倒了？”哈哈哈哈！女主父亲肯定没有相信女主说的话，搁谁都得觉得很魔幻吧？居然在家里遇到了杀人犯，谁懂啊？我感觉现在的女主这样疯起来更帅了，她该不会真要对杀人犯下手吧？下吧，反正也顶多算是正当防卫。杀人犯之前犯了那么多事，现在给他吃点苦头怎么了？我折磨了杀人犯整整半个小时，在这半小时之前，我从未想象过我会有这么多能折磨人的方法。明明我记得自己之前是连话都不敢大声讲的呀，难不成我心底其实隐藏着什么副人格？我去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我在怀疑谁是反派了。女主这手法娴熟的，不像是第一次这么干了。我听到楼下传来警笛声了，我宣布这一版的纪录片就是最好看的，女主能成反制住杀人犯，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大爽文。看着弹幕里清一色的欢呼声，我眼眸中含着笑意。正当我想下楼见见父母和姐姐时，眼前的一切突然慢慢变得模糊起来。等一切归于虚无，我拿下了戴着的 AI 眼罩，眼前从家里温馨的布置变成了实验室里冰冷的机器。身旁的父母用殷切的目光看向我，怎么样？这次成功了吗？我轻轻点了点头。10年前，在大年30的晚上，我跟着父母去了亲戚家拜年，只留下了妹妹一个人在家中。因为念着她感冒发烧，我还特意在回去的路上买了玩偶，想哄她开心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的心惴惴不安，总觉得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一样。回去的时候，在楼底下围了一大帮人，有警察，有医生，有数不清的来看热闹的人。我脚步一顿，心底产生了不好的预感。下一秒，邻居见我们回来，伸手将我们给拽了过去。被他们围在中间的是妹妹，已经死去的妹妹。她身上还穿着我买给她的睡衣，胸口处立着一把匕首。我耳边泛起鸣响，一时间听不到警察在说些什么。明明在离开之前，我们还约定好了过完年一起出去玩，怎么这才离开了几个小时，我们就天人永隔了？我拼命地嘶吼着，想要上前抓住妹妹的手。我想告诉所有人，我的妹妹没有死，她只是睡着了。因为我的情绪太过激动，我一时昏死了过去。等我再醒过来的时候，我身处医院，身边是疲惫的父母，他们为了忙妹妹的事情，一夜没睡。这些年里，我们一直都在拼命地寻找凶手的下落。可警察告诉我们，凶手的反侦查意识很强，一时间很难找到他。这10年里，我们的身体渐渐被仇恨拖垮，可我们谁都不曾提到过放弃。如果连我们都放弃了，那谁还能来给妹妹一个公道？绝望之际，我们想到了现在新兴的 AI 技术。如果仅凭我们自己找不到的话，凭借技术是不是会事半功倍？我一门心思钻进了实验室，直到不久前，我研究出来了一个新的仪器，它可以提取妹妹当天的记忆。我在一次又一次重来的机会里寻找凶手的蛛丝马迹。为了体验妹妹当天所有的感受，我把痛觉拉到了最满。在妹妹一次又一次死亡的过程里，
也是我在面临一次又一次的死亡，很疼，但是值得。我找到杀人犯的时候，他正在带着外孙女在村里散步，小女孩很可爱，看到我时还会笑眯眯地喊姐姐好。我拍了拍她的脑袋，告诉她有事情和她外公说。男人的眼睛里闪烁着慈祥的笑意，和妹妹眼中满含冰冷杀意的人仿佛就是两个不同的人。他以为我是来村里找人的，心情颇好，想要帮我指路，直到我拿出了匕首对准了小女孩，她瞳孔骤缩。我低声笑道，眼熟吗？这把匕首可是你之前杀死我妹妹的那一个，正中心脏。你说我要是用这个来对付你孙女，是不是很有趣？见我跃跃欲试，想要动手，他颤抖着身体拦住了我。你想要做什么冲我来？他还只是个孩子。听到他的话，我笑到停不下来。他的外孙女是孩子，那我的妹妹就活该惨死吗？我将一旁的大石头踢向他，其中的意味十分明显。他咬牙将外孙女送回去后，狠狠地拿大石头砸向自己的手。还没等他问我是否满意，便被我一把给迷晕了。我把他带回了家中的地下室，这是我特意为他打造的，黑漆漆的，连一扇窗户都没有。杀人犯醒过来的时候，他的手脚已经全都被我给打断了。他嗓音嘶哑，不甘心道：“你这是犯法的，快把我给放出去！”我痴痴笑着：“犯法？那你杀害我妹妹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这是犯法的？难不成你躲了这么多年，还真以为忘记自己犯过的罪了？法律延迟太久的审判，那就让我来。”3天的时间里，杀人犯被我折磨得不成人形。他从一开始的痛苦求饶，到现在冷笑着叫嚣：“你就算现在杀了我又怎样？就算我下了地狱，我也会去继续折磨你妹妹。我记得你妹妹临死前还一直在说，想见你们一面呢，哈哈。”我加重了手中的力气，在男人呼吸即将消失的前一秒，我收回了手。我从身后拿出了仪器，一件一件摆放在他的面前。你以为我会这么轻易地放过你吗？这是我特意为男人研制的，它可以提取出他的脑部 DNA， 通俗来讲就是将他变成虚拟人。我会把他放到早已设置好的程序里，一次又一次地经历死亡。男人突然开始剧烈挣扎起来，他刚刚说那些话不过就是想激怒我，让我动手杀了他。你是个疯子，你一定会被抓起来的。我笑容散漫，饶有兴趣看他害怕的丑态。就算我被抓了，你也不会停止这些经历，因为我早已为你设置好了程序，你永远都会痛苦地困在里面，永远。做完这一切后，我来到了妹妹的墓地，我将她生前最喜欢的向日葵放在她的墓前。妹妹，我终于为你报仇了。清风拂过，一只蝴蝶悄然落在我的指尖，